80一斤。对，你给我搞个小的。潮汕的腰花真贵，我在上海菜场问，普通的好像是20多一斤，双汇的是30一斤。就猪肉多搞一点。他卖80一斤，一会儿看啥水平。你们这猪肉是多少钱一斤啊？潮汕地区最贵的猪杂粉，跟上海益贵河一样备受争议。益贵河有3款产品确实找不到平替，所以今天这家潮汕牛肉火锅是我尽最大努力找到当地20年老店最新鲜的一家牛肉店了，而且也有人气。牛肉160元一斤，我这盘300元，不是那种连锁店或者吃环境的店。我今天来汕头澄海吃一个柴火大鼎饭，猪肉的。这超看潮汕博主吃的太香了，打车20公里来试试。15块。性价比。15元一碗的猪杂汤，性价比真的高。感觉潮汕这边消费真的低，这个量真的大。今天又是要个牛肉肠粉。我今天来吃个国内大网红推荐的肠粉，看看水平到底咋样。先吃了一个牛肉肠粉，又加了一个虾肠粉。我今天做视频发现，好像潮汕人也不吃腌制的猪肉肉屑的，反正这次潮汕行没见过。我今天在潮汕地区吃的最后一顿猪肉，顺便聊聊吃了这几家的心得和真正的吃法。凌晨1点过来吃最新鲜的猪杂粿条。这几家是不懂得吃的吧？我看那个本地博主说，懂的是还要往里走。本地博主说1点10分是最新鲜，确实准。外地博主说2点。最新鲜的猪刚到。老板，这是刚到的猪，对吧？就刚到的猪是吧？那不是刚到的，灵在这里。不是这家，是右边的，是这家才是最出名的。老板，这怎么卖啊？20的，可以加吗？啊，就可以加吗？对啊，你要吃多就加嘛。你讲这个大中号就是这样，那你要这腰子要去对面买还是咋？对，猪腰，我就给他买。老板叫我先过来买腰花。这腰花在你这买是吧？老板多少钱一个？要称的。可以，你帮我弄个小的吧。右上角老板娘已经帮我从猪身上去取了。多少钱一斤1斤80。哦，就80一斤。对。腰骚都不用去完，真有自信。一会儿点评。支付宝到账21元。腰骚都去了是吧？还是不用去？啊，不用。去了，要叫他帮我洗一下。我要个30的，老板，就猪肉多搞一点。好。反正都肯定给你个多。好，行。你要面还是要粿条？粿条少搞点。好。是丸子怎么卖啊？啊？丸子怎么卖？还要你要去加下去呢？对，要是加。你要都会加，你要什么都会加，是不是？你给我一点可以不？好，可以。好，就少搞点。你要给什么都可以，你要吃什么都可以给你的。我主要是要猪的吧？是这个是啥？这个全腿肉。就这要单独加钱吗？不用，就你，就或者你做个40的，就猪的都搞点吧。好，我只要猪的就行了。猪肉就行了，丸子要不要啊？就可以啊，就搞一点。猪肉丸子。就这些都搞一点可以吗？对，都搞一点了哈。行。这是一大鬼。40的哈。对，你搞40的没？猪血送我一点可以不？好，可以。你要都可以的。对。粿条啊，弟啊。粿条啊。对，粿条少搞一点，少搞一点。没有几个呀？
啊，这要下什么？奶掌北奶，内脏。就粉肠不要，就粉肠不要，对对，就其他都有。海鲜要不要？海鲜不要，海鲜不要，就猪的就可以了。就这个是什么？好吃的。猪肝。哦，行行，我们那个过干面。反正我猪的都有。好，反正搞个40的。好，肉多搞一点。这肯定的呢。肉比较好吃，你们这猪肉好吃。这猪肉真的特别好吃的。这咱们不用的。啊弟，你猪谁要不要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们这个是没有高汤的，果条下汤下果条和肉都搞坏了。你们注意看这个猪肉的品相和颜色，这个猪肉是我这辈子吃过白煮猪肉里最顶的。光是看屏幕，相信也能看出比普通猪肉更雪白更嫩。拌一下。猪血。猪血不好吃，有一点点血味，这个不能吃这么淡口的，只是火锅标准的猪血。但是我在潮州的那家猪血是可以白煮标准的。这个部位应该是猪的大里脊吧？这个部位任何地方猪肉白煮不腌制肯定老。但这家的猪肉直接切了白煮，嫩香滑，无敌的很。这个猪肉比我在潮州吃过的那家顶，那家是内脏顶，也有可能是他没给我那个部位。腰花不太行，虽然新鲜，直接从猪身上取的，像我这个味觉隐约还是有点腥骚味。也有可能是我没叮嘱老板再给我洗一遍，也有可能是切得太厚了。潮州那家切的薄，刀工好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也有可能是品种问题。这猪肉啊，油脂感丰富。猪肉太好吃了。你们看，这猪肉不全熟也嫩吗？这不用看到半生不熟呀，对吧？好的东西没必要半生不熟呀，你要不就全吃生的，要不就全吃熟的。这腰花一般没潮州那家好吃，可能切的太厚了吧。我腰花腥倒不腥，但是隐隐约约一点点吧。他们家猪肉丸子、猪肉饼好吃，猪油感丰富，肉香，跟科技区别很大。外地不建议吃丸子类的，很多都是骨肉泥做的。还有猪肝，猪肝也不错，也不行。看看这样，他们这些辣椒，说实话太难吃了，有股怪味。说真的，果条是真的难吃，主要是汤是白开水，挂不上新鲜的汁。我下次来直接拌面，加60元的猪肉和丸子，还有饺子，猪杂绝对不吃。他们的猪肉馄饨是真的好吃，肉馅太香了。外地麻辣烫别吃这些东西，这些都科技很货。蔬菜也好吃，很搭配，清爽，可以多要点。潮汕的猪绝对是比潮汕牛肉更值得吃的东西，因为猪肉就在产地。他们这里的人不计较猪肉在菜场价格高，整体上限高，也不吃外地猪。上海虽然工资高，但你让老百姓去菜场买40一斤的猪肉，一般真的接受不了。来汕头体验下这家的猪肉，白色的这个部位肯定震撼惊喜。我不知道20块有没有这个部位。总结一下，这家店的猪杂完全不行，我觉得达不到白煮标准，炒菜新鲜的材料标准。白色那个大片猪肉一定是震撼每个人的水平。丸子味道还可以，饺子也挺好吃的，这就是馄饨也挺好吃的。来玩的话建议吃拌的，然后单独配一碗猪肉吃。你们看下面这个猪肉的颜色就跟上面那个有区别，
下面这个就类似我们平时吃的那样的猪肉，是不一样的部位，但是一样的部位我也没见过那么雪白的。我这个评分只是给那个猪肉的，其他东西都不记得。值得看看好港能一样吗？贵的东西值不值得很简单，只要你能找到便宜的、比它技术好的、食材好的，它就不值。生意是真可以，我们先不管味道好不好，那说明附近有精准的客户群体。就要一份，就咋卖？啊，要一份猪肉粿条，猪肉粿条。对，汤的，啊，在这里吃吗？对，在这里吃。 30，就怎么选？都可以下的东西。要猪肉，我要那个猪肉，然后腰子要一小点。腰子也有。就怎么卖啊？腰子？腰子起点30。哦，少一点可不可以？那个腰子和全腩肉最少50，这样。好，可以。然后就猪血有没有？可以啊。多少钱啊？就总共60，好吧？那个丸子怎么加？丸子和你这是什么丸子？点的虾丸、木鱼丸和鱼丸。是你自己做的吗20块。你店里自己做的吗？是。那加一点吗？然后还加有啥3个丸子是吧？猪肉啊。猪肉，我刚才点了没？还可以加啥？你刚才点全腩肉。你要不这样吧，你要加就是这个板筋也可以加。就板筋怎么加？加1份30。那加个板筋还可以加啥？都可以加。都可以加，你喜欢的以前都可以加，东西不一样，价钱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这啥好吃？ 30到300、400都有。你是吃肉类的，还是喜欢啊？喜欢肉类的，还是喜欢海鲜的？我喜欢猪肉类。猪肉类的，那你要全腩板筋啊，还有那这个呢？这个是2层肉，啊，带一点点肥，一点点而已。就这怎么加？这个20，一份20。那再加个这个。好，再加个2层，反正3样肉都有了。还可以加啥？还是可以就猪肚也可以加，猪腰也可以加。这猪腰我加了。猪腰加了，那就加点粉肠啊。不够再加。哦，也够了。好，行。我要汤的啊，要粿条。你们这猪肉是多少钱一斤啊？你们进没有，不卖斤的，我们没卖斤的。没有，我问你进货价，就什么品质的？进货价40多吧。哦，是40多。听说你们家汤头比较好。是这个吗？还是哪个？这个步骤比前面几家好，至少撇浮沫。目前只看到潮州那家撇。这边。你们都说潮汕的牛肉厉害，我觉得猪肉更厉害。全中国我没见过这么吃的，就算把那些连锁店都加上，猪肉都没有这种连锁店。甩水也是认真的，其实我今天没点对他们家好的产品，你们之后听我说一下。今天我其实吃的是不满意的。我的这碗140元，你们觉得贵不贵？140块啊，价格跟一桂河差不多。拿个腰花，超级厚，腰花不太行，没那家的好。
有一点点腥味。它这个汤也比较清淡呀。汤的技术含量也不高，只能说比较干净，香浓倒是没有。也不知道什么价格，反正加了3个，是虾丸吗？我只吃过冻品的虾丸，没这个好吃。好像是能吃到肉感，猪肉。我觉得潮汕的猪肉比牛肉好吃太多了，主要有特色。但它这个猪肉不够香，但也还可以，外地没这品质。猪肉是好吃，潮汕来其实要多吃猪肉，它猪肉的品质好。其实你们能看出这个猪肉的颜色没上个视频的雪白吧？果条就是感觉特别细。我下次去潮汕肯定不吃汤的粿条了，他们家肯定要吃炒饭配猪肉。这是啥？白筋还是啥？好像有一股俗味，比较糯口感。哇，有点像吃高级版的猪皮，白筋。味觉灵敏的人可能觉得不是很好吃，应该达不到白煮的标准。潮汕辣椒酱还是难吃，有股怪味。随便去超市买个科技狠活也比这个好。猪血也有一点血味，能达到白煮标准的目前只吃到潮州那家。他们家的这个汤还是不够香浓，太清淡了，骨头比例不对，挂不上粿条，喝着有点白开水的感觉。衣柜和那个阳春面清澈透明，汤头香浓无比，所以它有技术。假设你觉得它没技术的话，你去开一家，随便开哪都能发财。你如果还卖的便宜的话，总结一下，他们家主要不能10元的加，基本都是30起步。你加很多品类就会很贵了，而且其实30一份的量也不是很多。内脏类的达不到白煮标准，会有脏气味，是新鲜的，只是不够新鲜。可能还是要凌晨的才行。猪肉是外地吃不到的品质，也挺好吃，但跟白城市场那个雪白的比，颜色还是差得很远。我也没搞清楚是部位问题，还是猪的品种问题，还是新鲜问题。怎么搞清楚？我的方法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再去白城市场吃一次，然后跟老板聊天，问他为什么这个猪肉的颜色会那么雪白。一次你不一定得到正确答案，反复带着不同问题多问几家水平高的，自然就知道了。为什么说大部分探店视频都没意义？因为他们只是为了拍而拍，自己其实对美食根本不感兴趣，而且也不求深度。一个品类要搞清楚区别，肯定要跟水平高、不同店真正做菜进货的人聊天。网上能查到的资料都没什么价值，要自己去研究的才有价值，所以我不太喜欢给你们读网上那些资料。可能现在这个点也吃不到好的猪杂，所以有人会选择他们家。好的猪杂基本都是凌晨或者早上，中午12点没啥。12点到1点可能我会选择这个店，下次试试炒饭。如果你旅游想吃高水平值这个价位的味道，那这家店应该没有。内脏我基本都是浪费的。也不是网红店，专门跑到农村去吃的。这要不好吃的话，那就真没办法了。这种环境，这种门头，不是天价宰猪的，找了家当地人说贵但没其他缺点的店。汕头第一层像杏花无忌那种连锁店，第2层像阿猴、阿亮、阿坤、亮记这样刚网红的小众店。我现在来到的基本是第3层，当地人才知道的稍微有点品质的高价店。
首先这家店我看所有平台没人骂难吃，都说好吃，但是小贵。然后第二点是我打电话问老板什么时候能吃最新鲜的，老板让我4点半来，就是最新鲜，刚送到晚上的牛肉。他像这样说是完全满分的回答。不仅做牛肉火锅，还有很多街坊来吃牛肉粿条，真正的本地店。啊？要不要丸子？新鲜的丸子？啥丸子就可以啊，搞个。在哪？我看一下，生的吗？还是啥？对，生的。我看一眼在哪？哦，哦，就搞个2、3个吧。2个吧，先2个。行。啊。哦。中午打电话来的，你说下午4点半送牛肉。那有牛肉的话，先来1斤咯。那行啊，一样搞一点嘛，没事嘛，我吃得掉，2斤也可以，随你，200、300都可以。五花指今天币啊。没关系，我不太计较的。行，你给我切点五花指，那个有，你都给我拼点。胸口油也给我切一小小点，别切太多，不然太油了。贵州的牛，他们好多用的是什么秦川牛？秦川牛也有，不过现在下午的是贵州的，它视相不好看。哦，但是真的秦川牛也少。这些黄牛又贵一点点，我不喜欢它的视相，它视相有点像隔夜肉一样。感觉雪花比较少是吧？对。那到底是雪花多好还是雪花少好？不过我就不喜欢吃雪花。哦，你不喜欢吃雪花？太嫩了，没有牛肉味，你都不用嚼它了。哦。入口即化了。哦。我喜欢有嚼劲。这个是啥？就匙饼是吧？这不是，这个是五花指。那你现在切的这个呢？这个是吊龙。哦。这是匙饼。哦。我看网上说你们家就是贵一小点，但品质好。贵，应该是差不多吧，但是我们品质就保质保量。对，就贵一点没关系，东西好就行。我们是够新鲜的。这个是匙饼。哦，这那些都不要了是吧？这个太碎了，你涮牛肉就涮起来太碎，有点碎。这讲究。这个是啥部位？雪花。哦，雪花。老姜。还有啥特殊部位？牛百叶你要不要？要呀。要一点哈。对，要一点。你们这些都丢掉了还是啥？这些都不好吃的。哦。剔掉。这些都剔掉。先吃吧哈，这样。再搞点那个肥冰嘛。肥冰哈。对，然后还有那个胸口油也搞点。对，粿条就是主食，然后搞一包蟹黄面。哦，那我不吃了，那些主食蟹黄不吃。面你不要？没有。我自己。没事不够我再给你加。哦，就够了，不然太油了。对。好，谢了，这些300还可以，价格也不贵，品质好的话就行。看看新鲜牛肚味道咋样？我是要多涮一份，我怕不熟。毛肚我还是喜欢吃辣的，就是比重庆的新鲜一点，没啥腥味。但这锅里面可能有一点味道，锅里面好像有点味道，就有点牛味重。说真的，跟潮州那个摊位千层肚完全不能比。我牛肚搞点这个小米辣，可以。好，这蒜给我点。我不喜欢吃那种就是酱的调料，会把香味盖住。不是说懂不懂吃吗？懂吃是不是就是吃那酱味叫懂吃吗？我搞点，差不多。
哇，小米辣不错，很辣。哇，这肉好，太鲜了。这肉是明显有鲜味，油香味虽然淡一点，太鲜了这个。来这个，他家是绝对，可能就是真贵州了，价格比贵州贵了70%，160一斤啊牛肉，贵州90，这160，我相信他是贵州的。我要多涮一会儿，他这多涮也是那个，你肉再好，你随便怎么弄都是好吃，你肉不好。你随便怎么弄都不好吃呀，只能靠那沙茶酱把味道盖住。哇，太顶了！这个多煮会儿，胸口有煮1分钟。老板告诉我煮1分钟，我的常识是3到5分钟，不然脆你看不了。这个胸口有多大？上次那个吃个鬼了！哇，又脆又嫩，好吃，全是香味。这个是啥？五花趾，这个还搞点五花趾。哇，超嫩，一点膻味都没有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但牛香味少一点点。掉了。吃到这里已经开始出缺点了，吃的越多会觉得牛香味不够。但说实话，口感可以，牛香味还是差贵州的差得远。这怎么卖？这个你还是我再买点这个？你又加一点是吧？没事，我再出点钱也没事。我等会儿加吗？我先吃会儿。涮了一点肉，现在喝点汤尝一尝。汤一般。又拿来一盘牛腩，加了30的，尝尝。这个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吃了。牛腩搞点，尝尝好不好吃？哇，全都是带筋的，口感无敌。他们家挺干净的，非要吃潮汕牛肉，你们都可以来这家。一烫就能吃。牛肚也嫩，这小米辣挺好的，挺辣的。上海很多辣椒都没辣过。全部下吧。其实这牛可能还是没贵州的好，因为它这个浮沫还是多。贵州那个是真没浮沫，我记得。好了好了，哇，这个是啥？还没吃。我最喜欢吃这个瘦肉，这你别看纯瘦的，嫩的。它能达到吊龙的口感，那没有必要吃肥的呀，直接吃瘦的就行了。它的这个肉啊是嫩的。你们记得上次那个什么卢记的那个肉，我靠，简直看不得，一吃就是一股膻味。就我说，就是锅底下面那几块肉，它这个倒是没有那个肉，有这个真的是嫩，而且这个有一股淡淡的香味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级别的肉做炖的会更好吃，更有香味。我更爱吃这种瘦肉，这个肉真的很嫩，但是香味少一点。肉真的嫩，就香味少。我觉得五花趾也嫩，跟瘦肉没啥区别，瘦肉更嫩。这老板只舍得给我这2个，说明成本高，他牛肉啊是生的开始煮的。
哇，懂吗？吃过这个瞬间懂了，啥是手捏的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牛肉丸还是有点膻味，虽然口感真的绝对是手捏的，可能用的部位不是很好。2014年上海刚开始流行潮汕牛肉火锅的时候，那时候吃9牛2卤挺多的。其实上海手捏牛肉丸也挺多的，只是我太久不吃这些玩意儿都忘了。但有一点点膻味，懂了？啥是冻品，啥不是冻品啊？不过上海也有不是冻品的。这雪花吧还是啥？这好像是雪花。超嫩。这雪花特别嫩啊，超级嫩，只是没啥牛肉香味，就很淡的味道。哇，他们家分量是真的大，挺大的，真的挺大的。我要去加点辣椒，品质可以。直接干个大的，再来个大的。这个牛百叶啊，比那个老头的差远了。那个老头的是啥啊？我都忘了。反正在潮州吃那个，哇，那个太顶了，顶到没办法。那个叫啥我不知道。我就不太喜欢吃这种带肥的，嫩倒是嫩，但是太肥了，不好吃。我觉得搞点沙茶酱吧，牛肉味道太淡了。我只吃得来日本真正好的和牛呷哺呷哺的，差的和牛呷哺呷哺我也吃不来。我觉得它的沙茶酱挺好吃的，有一点甜。又去看了评论，他们家沙茶酱是特制的，很优秀。太厚了，还是蘸沙茶酱。因为我个人是不太爱蘸太调料的，所以对这个食材的香味特别注意。哇，肉分量太大了，有点吃不完。搞点沙茶酱吧，不然太肥了。总结一下，嫩度无敌，吃过潮汕最好的牛肉火锅了，但是跟贵州的还是比不了，主要是没香味，吃到下面还是有点膻味。不在产地最高也就这水平了，喜欢潮汕牛肉火锅的推荐你们来吃。分量太大了，吃不完。这跑到郊区中的郊区了。这个是真的柴火饭，我基本是最后了，生意还可以，都坐满了。放在冰箱里，食材对新鲜度还是不够自信，前面几家牛的都不放冰箱。毛这干的。你这是啥丸子啊？是猪肉的还是？猪肉，猪肉的。这全部是猪了。你这个是煮啥？这个我本来想问他那个猪肉饼的，你煮一小点，我加点钱，没事，我加点钱，加点钱。你帮我再煮点这个吗？就猪肉是吧？有免费的咸菜和猪肉豆芽汤。这种老式柴火灶台饭，我好像还没吃过，感觉这个成本很高，还费人力物力。这个是。就每天新鲜的，是不是老板？对，每天都不一样。帮我做猪血汤，老板。
这是放味精了吗？给浮沫这个操作虽然特别基础，但是在潮汕吃太多小店不给浮沫。这份15块，性价比还挺高。为啥一个地方的美食要吃的一定够多，才能了解社会平均值，才能知道很多东西的细节水平到底咋样？15，那个放给15。哦，行。就这份多少钱？15块。哦，行。便宜了。性价比高。我们这里长城还就便宜了。总共才30是吧？啊，对。我们这份15还给你现煮，挺厉害的，只是可惜不是骨头汤。尝一尝饭。这个不是土豆，是萝卜，味道就正常焖萝卜的味道，也没啥特殊的。也不是那种哇一口就吃了鲜甜巨香的那种感觉，整体味道马马虎虎吧，没吃出柴火饭的优势，可能还没电饭煲猪油焖饭好吃。猪肝还可以，不腥，味道比较正常，比我想象中的好。我本来以为放在冰箱里的会稍微没那么新鲜。在我印象中，好吃的煲仔饭类型应该是味道利索，米饭不干，但是也不烂糊。我今天吃的这个米有点太烂糊了。猪血不太行，达不到白猪好吃的标准。下火锅的话应该还可以。他们家猪肉还是蛮好吃的，15元的价位符合。我现在去看了下我看的博主，他好像吃法不对，所以我当时吃法也不对。如果你们要去的话，我告诉你们什么是正确的吃法。我刚才又去看了 B 站，有博主去吃，老板帮忙撒白糖，说他们那边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的，有可能那样会好吃一点。上海也有类似的菜饭，我个人感觉咸肉菜饭会更好吃点。以前我吃过一家菜饭比较好吃，在宛平南路的小白话，但是疫情不知道老板是不是关店跑路去美国了。他家的生意基本要预定才吃得到，还只收现金，疫情第1个月就关门不干了。其他上海的菜饭我没吃到特别好吃的，勉强能吃的就是那蔬菜记的菜饭，也是有点太软了，香倒还是挺香的。今天这个饭我个人感觉一般，温度也不行，一会儿就冷了，也没啥香味。就这汤还是不错的，虽然白开水煮的，我觉得挺入味的。里面的猪肉也好吃，我看老板在我旁边吃丸子，我就让他给我加了一点。老板自己都吃的丸子，那肯定是猪肉丸子，不可能是科技狠活。老板还是比较实在的，他跟我说丸子是买的，不是自己做的，但买的是最好的，这点我信你。那丸子挺好吃的，而且他自己也吃。15元。老板没让我给钱，我又给他扫天了，就是真的很实在很老实的人。老板跟我说有很多香港的客人专门跑来吃。这个丸子跟之前猪杂粿条吃到的又不一样，有点没油脂感，但是还是挺嫩的。它猪肉给的是真多啊。这家的猪肉比前一个视频的要好，没有腥味，猪肉有香味的，也没有血味，虽然没有那么嫩，但挺好吃的。这家店我觉得猪血汤比柴火饭要好吃，柴火饭可能是吃法不对，柴火饭的水平可能还没蔬菜记的菜饭好吃，
猪油的香味我也没怎么吃出来。总结一下，性价比高，味道还行，选材还可以，技术挺一般的，感觉不用跑那么远过来吃。刚才走那个巷子，差点迷路了，方向感都错了。我个人觉得很黑的酱油肉馅儿，新鲜度都不咋样。生意是真的好，人一波一波来，基本全部都坐满了。要个牛肉肠粉。这里吃吗？对，在这里。这条鸡啊。我个人对肠粉价格没概念，吃得少，有懂的观众来说说吗？我感觉这东西挺便宜的。这东西如果不是源源不断的生意，可能味道就差点意思，要不停的做才好，是不是？肠粉我看的是馅多皮少，利润好像也不大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懂肠粉的观众说下，好的肠粉决定因素是什么？就是直接能吃出区别是啥？我今天个人是吃出这家的毛病来，但是就算没这个毛病，好像也没太多吃的动力。如果是减肥餐，那挺好的，10元以内搞定，也不难吃。门老店啊，这好。在广东语言障碍挺大的，很多时候都听不懂老板在说什么。这条卖了，菜爆饭。不用。哦，这个就好了。老雕找一咖喱。这个就开始要好吃啊。cái đi đi cá xíu là cái điểm điểm nhẹ ở điểm mắt thằng ta你的就我的啊，对。牛肉肠粉10块钱，感觉挺便宜的。在广东想吃好吃的减肥餐挺容易的。味道还可以，牛肉没放太多的酱油去盖住异味，也没什么膻味。这个价位的牛肉就不追求牛香味了，只要没异味和重调料盖住不新鲜的味道就不错了。肠粉的皮比我在上海粤菜店吃的要更滑一点，而且吃着更新鲜，透感和厚度是有区别的。总体来说，牛肉肠粉的味道没什么拉垮的地方，但也没什么出彩让我专门值得要跑过来吃的感觉。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个人喜好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没什么让我震惊、改变原来观念的。你们觉得如果吃到好的肠粉，有什么吸引你们的点吗？可以评论区说一说。我这不是为了让你们留言，我是真想知道。肉馅给的是挺多的，也没吃出是不是用什么边角料的异味。反正他没有用那种酱油腌制的话，应该还是新鲜的。我再去加个虾蛋肠粉，看看味道咋样。
价格才8元，很便宜。我对这东西价格真没概念，你们评论区告诉我价到底便不便宜？它的猪肉、牛肉用的是真的新鲜。我老观众就知道了，因为我一般在外地包子店、饺子店，大部分看到的都是冰冻酱肉馅。这台了3号再给了个。说实话，我感觉这个体力活以后应该没什么年轻人干了。老板的熟练度是很厉害。做4样啊。好。热做17，我猜一份成本原料还是要5到6元的，感觉这东西利润不怎么大。你们家卫生倒挺好的啊，卫生挺好的。啊，那这个肯定不能乱倒。这是我的啊，哎这。其实他们家酱油给多了点，酱油味有点重，我不太喜欢。哎，行。啊。虾蛋肠粉8元，如果我住广东就好了，每天每顿饭只吃1个肠粉的话，还挺能减肥的。虾用的冻虾有点腥味，不是不新鲜，冻虾的味道就是这样的。去超市买的冻虾都是这样的味道。这就是我目前吃到的唯一缺点。我又去抖音复习了一遍网红说的终极奥义，好像我真的没吃出来什么肠粉界的终极奥义。薄滑如绸缎，柔糯如云朵，我真没吃出来，就感觉我专门打出来有点亏。不过他说对了一点，好像加蛋的确实没不加蛋的好吃，主要还是吃那个皮的香味吧。此次潮汕行的视频全部结束了，希望月底有空去顺德。你们有什么要研究的美食告诉我，有什么吃了惊艳的肠粉也告诉我，我再去探一下。这个也是个网红店呀，就在这个旁边，就在这个旁边。旁边那个民族路牛腩饭也很出名，我真没空再开一条线讲牛腩饭了。我们频道还是以深度为主。我来的时候是下午2、3点了，已经过了潮汕地区吃猪肉的时间。就现在还有啥？只有猪肉了是吧？现在东西没那么多了。看一看，我要猪肉的好不好？猪肉有。就还要丸子，还有啥？这猪肉。这是哪个部位？还是只有这一种了？那个前南的。前南是吧？就丸子再要一点好不好？哦。这怎么卖呢？你要吃什么？有饭吗？饭没有的，现在送果条的面条，是不是？吃个拌的面吧，要不？拌面是吧？对。哦。那多少钱一份？15、20都可以。对，就是都要的，就是肉饼丸子也要。啊。但是少一点，我主要吃肉。啊 ，OK。我点的好像是30还是40的，有点忘了。他们家主打性价比，平时应该15、20的就能吃好。啊，或者我面都不吃了，我就吃主食不吃了。你自己做的这个？对，然后几个大块一点给。它这个浮沫不撇去，个人感觉不是很好，会有杂味。你们看上期视频好港的就把这个都撇掉的。
主要这个点实在吃不到猪肉了。有猪肉是有，其他东西那就没那么多了。早上来就有，比较多一点。老板让我尝尝面条，那我就吃沙茶拌面。老板的甩水还是可以的。面条我让老板减量的，我让他少搞一点。这看着跟武汉热干面有点像吧？长得有点像武汉热干面，沙茶酱吧。好吃这个面。太值了，猪肉沙茶酱拌面超级好吃，比武汉热干面好吃，主要因为不干，而且味道特别丰富，甜咸口都有。猪肉比较逊色，感觉不符合白煮标准，可能菜下午来了或者品种一般，有点血味。丸子太好吃了，他们家丸子和肉饼自己做，都真空发外地很多地方。拌面的面体类似方便面的新鲜升级版本，方便面的口感大家应该都吃得习惯，而且还会有惊喜。虽然不硬，但是挺弹的。猪肉的品相大家隔着屏幕应该都能看出来，稍微老点，而且不够白，还不如好港的，更不如白城的。他们家的优势就是15元就能吃好，没必要跟我一样点30的。丸子肉饼多要点，肉少要点就行了。我在潮汕吃下来，感觉猪杂粿条类的不能吃汤的，只能吃拌的。首先不说它有没有高汤，多看几期细心的观众就能发现，很多店他们烫粉烫肉汤都一锅，或者是2种同时一锅，不太讲究。真正能挂到面上有香味的汤，只能单独一锅，是不能拿来烫肉、烫粉、烫面的。这一点只有好港做到了。但是好港的汤也没技术含量，骨头配比不对，汤汁不够香浓，直接挂不到粉上。在潮汕安全的吃法就是吃拌的，如果有更高难度、名气更大、说它汤体好的店，那可以试试汤的。不然我建议你们都吃拌的，不然汤的那个肯定不好吃。我第二个总结的点就是不要轻易尝试猪杂，以吃猪肉为主，还有猪肉饼啊、猪肉饺子之类的。白煮猪杂要求新鲜度和品类特别高，潮汕也不是每家店能达到完全没腥味的。肯定不是那种外地白煮特别腥吃不下去的，会好很多。但如果你味觉特别灵敏的话，肯定是有一点的，也吃不爽。只有极少数店能做到真正没有，就我在潮州吃的那家，可能能做到，我还要多去吃几次才知道。我以后来潮汕吃就放弃猪杂了，猪杂体验过一次就行，主要吃猪肉为主。除非是就这家店吹得特别高，我可以去尝试一下，为观众试一试。如果我自己不拍视频的话，我肯定只吃猪肉或者就那些饺子之类的。他们家这个猪肉比较类似我在上海买的猪肉口感和味道，反正像这样完全白煮，有一点血味，吃多我也不想吃了。
要不就是这个底汤不行，把猪肉搞得一股血味。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打浮沫的话，还是有点影响。这个店不是我路边自己找的，是我看本地博主推荐的，评论区也都说这个是宝藏店的。他们家这个猪肉丸子是明显跟外地不一样的，油脂感很丰富，吃那些科技冻品是没有这种油脂感的。我当时都想买几袋子带回去，但我怕有点上不了飞机。我是想买这个产品的。我的评价主要是给丸子和沙茶面的，做的很好吃，猪肉不行，有点血味，而且有点老。我最后猪肉是吃不完浪费了的，真的没法吃了。